好，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这是每周一次的老范读评啊，应该昨天读的，但是，昨天跟大家聊天骂街或者砍山，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也关键是没有时间去总结需要读评的内容，所以呢，利用今天的时间把上周的老范读评做了，就有哪些评论，我们来去聊一聊。趁着现在还没什么人呢，我先开始读评，还是说稍微等一下？昨天人蛮多的啊，今天看来还需要稍微的有一点点耐心呢。现在有个10秒钟，OK，稍无所谓了。我看3个人，有3个人，我们就开始读评吧。第一条，上期读评，听阅过了，感觉老范完全符合工业斯巴达和社会达尔文思想规范。作为国内公司工作，这个成长已可以理解。如果到了北美与广大大公司打工人交流，会有很大的思想冲击。我觉得啊，这个倒也未必，因为呢，我跟很多的这些大公司的人也有过沟通，这些人呢，有从国内去的，也有这个在当地入职的啊，这些人都有过沟通，并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这个差异。我不知道写这条评论的人自己是不是在北美的这些大公司里边混，或者混的到底有多好啊？这个。而且呢，首先是这样，就是一个人你要先承认自己是社达，是这个有一点点工业斯巴达，然后再去跟别人去沟通和碰撞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碰撞的这种怎么说呢？碰撞出火花来吧，不会说一上来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这个不至于啊。而且呢，我并不认为这个欧美大厂或者至少美国大厂吧有那么大的差别。包括我也在美国公司里工作了4年啊，虽然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分公司里头，但是也跟他们去开会。我觉得对于这种成功的追求，对于这个最终的很多，你说叫不择手段也好，或者大力出奇迹也好，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啊。这个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国内上了学，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而且跟我打交道的可能更多的是中国人，因为我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即使是那些讲英文的，就是这种老外啊，白人，他们其实对于 KPI，对于很多这块的要求也都是很严格的。我并没觉得这儿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个再往后啊，川普发币，有人说了，这是不是金融消费娱乐呢？这个你在嘲笑我们的 A 股吗？这个 A 股确实是一种金融消费啊，这个但是对于川普发币这件事来说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娱乐啊，就是大家开心就可以了。对于川普来说呢，他可能也就是寻一个开心，至于开心的过程中他到底能不能挣到这笔钱，并没有那么重要啊。这个首先开心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迷因币其实都是以开心为第一要务的。你一到发迷因币了，然后你还说这赢房子赢地了呀，这个有一个什么背后一盘大棋啊，这个事儿呢就稍微有一点点小夸张啊，就是迷因币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心。点赞转发，点赞就可以了，转发我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啥用，或者在这个 YouTube 里到底咋转发。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今天是大年初2，有没有人回娘家？对吧？我们今天是一家人在老丈人丈母娘家啊，然后呢跟小舅子2口子，然后还有他们家的儿子啊，这个一块儿去吃了一顿，应该是鸽子还是什么东西啊，反正是很奇怪的一种中国菜。我个人对于吃鸽子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很多人很喜欢吃鸽子，没什么肉啊，就是我吃东西就喜欢这种大块的可以咬来咬去的肉啊，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所有这种什么鸭脖啊、兔头啊，然后这种
这个鸽子呀，这种需要啃来啃去，然后啃了半天没有多少肉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好，继续。这个 Tree 字节的免费 AI 编程工具啊，这一条里头有人说了，说目前 GitHub Copilot 还是很好用的啊，是的，还是不错的。不过最近用 GitHub Canvas 生成基础代码也很方便。我在这儿呢再讲一下，就是做类似这种工具，它其实分几步啊。第一步就是代码提示或者叫代码生成，第二步呢叫做完整代码的这种理解。因为你做这个 GitHub Copilot 呢，对于完整代码理解其实一直不是特别好，啊，这块GitHub Canvas 就差得更远。然后第三块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整个工程环境的这种理解、认知与操控，对吧？以及多个文件的这种同时的修改能力，像 Cursor 也好，Tree 也好，其实在这块就都已经是比较强了。然后这个再往后要做什么呢？再往后是需要去提高这个代码生成能力啊。这个比如说用 GPT-O1 啊、GPT 或者 DeepSeek R1啊，用这样的模型出来以后，它的整个的代码生成的能力会再进一步的上升。其实从软件工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并不需要那么智慧的代码，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的代码太聪明了以后没法维护啊，这个是可能跟很多人想象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代码充满了智慧，让别人看不懂啊，这个没有意义。但是你的代码很蠢啊，或者说很规范，这个其他人一看就能看懂，就可以维护这个代码，这才是好代码啊。所以本身这个就是这种 AI 代码生成工具对于代码真正的这种智慧型的，或者说这块的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啊。然后另外呢，再往后是，要去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搜索啊，现在的所有的代码生成工具都是不再搜索的，这块很讨厌。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大模型离开搜索了以后的话，它就会给你一些旧的知识，对吧？大模型大家知道都是以某个时间点为截止，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知识来进行训练的。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去引用很多的这种库啊，很多的包的时候，它就会给你引用那个旧的啊，这块就非常麻烦啊。按道理说，它应该是搜索一下，看现在什么是最新的。再往后啊，这个可以读整个项目了吗？上个月 Cursor 又被我删了，就是因为虽然那个 Codebase 可以加，但是到底读了多少，说就两说了啊，反正写了一堆垃圾就被我删了。Tree 现在读整个的项目还是可以的，就是你问他我整个项目有什么问题，他是可以处理的，而且他会对整个项目进行修改和调整。啊，这块反正目前我看还可以。再往后啊，想问问什么样的工程项目变得很大啊，或者说怎么去定义这个工程项目的大小？这个事儿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定义，因为不同的人对于这个大小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你给他一个，比如说有个几万行代码的项目，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已经很大了，受不了。这个大家千万别觉得几万行代码少啊！一上来一帮人就说我这个项目有这个几千万行代码、几亿行代码，这个几万行代码其实真的不少。这种就是几千万行代码这种代码呢，它大量的是使用的库代码，就不是这次现写的。就是如果你一个项目来了以后，你自己生生写了几万行代码进去的话，它上下调用的代码可能就是几百万或者可能上千万这样的级别上去了啊。所以呢，就是有些人可能对于几万行代码就觉得比较难以去掌握了，有些人呢可能能够掌握到几十万行代码啊，有些人可能掌握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稍微有一点点因人而异吧。再往后啊，说这个剪映为啥很早就开始收费了呢？人不多的原因嘛，还真不是啊。剪映一直是用户量非常非常大的。剪映收费呢，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这种视频处理以及还有很多 AI 的功能，剪映是有很多 AI 功能的，就是它是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啊，因为不像是这种内容生成或者说文字生成似的，就是它本身的运作成本就非常非常高。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其实已经实现了用户的全覆盖。你像它在美国也排了很长时间的 iOS 总榜第一，在国内应该也算是没法一统江湖啊，因为国内 B 站啊、快手啊什么都会做自己的这种剪辑工具。但是呢，绝对也是遥遥领先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再怎么免费，其实也不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了。而且呢，它有免费版本，就是你免费的版本的功能其实已经足够多了，这个或者说已经足够普通人用了，啊，收费的版本只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功能是需要收费。你比如说像我吧，我去把这个抠图啊，就是我经常在里头抠图，这个视频抠图这是要收费的功能啊，这个对于他来说啊，这个运算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研发的成本整个这块都比较高啊，那么它是要收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听说 AMD 要硬件级别支持 DeepSeek，底层驱动支持，这个其实是这样，DeepSeek 有一些方法是可以绕过 CUDA 的，所以 AMD 就赶快冲上来去搞这个事情。这块呢，因为它开源嘛，那么AMD 就拿它很多开源的一些系统拿回来去直接用，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而且 DeepSeek 我印象里它应该也是 PyTorch 的。就是底层去运作，就是大家知道大模型运作起来，它有一块是模型，另外一块是支持模型运转的这些软件，那么这些软件里头，甭管是 TensorFlow、PyTorch，还有很多的类似这种软件，原来也是开源的，而且这个开源的里头，就是 AMD 都是这个，比如说 PyTorch 基金会的这种核心会员，对吧？他给钱的呀。那么就这些东西跟它的 AMD 的芯片都是兼容的啊，这是没问题的。真是太敬业了，哎呀，也不算太敬业吧，就是你在这待着也没事干，再跟大家聊个天呗。这个过着年，这个现在就我一人在酒店里，过年直播频率好高。是的，因为过年期间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坐下来真正的认真准备内容，所以就这个多直播一些，也不用剪片子了，对吧？这块儿，就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直播其实对于我来说，比如读评论啊或者是跟大家随便聊天是比较轻松的。但如果是比如说日常做内容的话，我可能先需要阅读个可能两三个小时或者三四个小时，然后呢再写提纲，可能要写个半个小时，录呢可能录个半个小时，然后再剪一个小时，然后再去发布啊什么，整个这套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天啊一个视频，我也就这个到头了。然后像这个什么，比如说原来周五的这种直播，我会这个一上午的时间都在阅读，然后下午可能到两三点钟开始去写稿，然后可能一直会写到七八点钟，然后呢才开始去讲，讲完了以后，这个我太太会在第二天就周六的时间再把这两个视频再剪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原来那种周五的讲故事直播，对于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正常的节目，我估计要到年后再去做了啊。来了来了啊，晚上好啊，是猪老饭，垂范百世，这叫啥话呀？有用 Cursor 吗？用过一段时间啊，但是 Cursor 因为后来它收费嘛，然后我就懒得再去用了。新的版本其实我是没用过的啊。对比 Tree，有些对，等会儿啊，有什么对会员的建议吗？我之前是 OpenAI Cloud Chat 进行生成代码，这几天用的 Cursor 感觉，工具很好啊，我也会试试Tree。Tree 其实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免费啊，没什么别的。我觉得它的功能未必比 Cursor 强啊，但是 Cursor 要二十美金一个月嘛，天天开直播，明天不一定啊。这个现在就属于想起来就开啊，空了就开，有事儿呢就不开，然后或者说累了就不开。
哎，有新年好，来加管理员，发小班子。我看看这句话写什么啊？DeepSeek 使用了比 CUDA 更底层的，英伟达的一些代码吧？是，它呢就是应该也不是，就 DeepSeek 可能自己做了一些工程上的这种创新吧，但这块呢我还没有花时间去做功课啊。就是如果我把 DeepSeek 底下是怎么绕过 CUDA 这个事情讲清楚，应该还是要好好去做一下功课才能出来讲，这个不能胡说八道啊，这块就是现在我看确实是有人在讲这个事儿。新年好，新年好，晚上好。AMD 7995WX 不用显卡都能极为流畅的跑大模型了，刚试过70B 的都很流畅。这个其实它现在这些咱们的英特尔的也好，AMD 也好，这些 CPU 里头是带 GPU 的啊，它叫核显嘛，就核显现在能力都很强。明天还在庄不？搞个聚会吧。明天应该还在，但是明天要去看电影。明天我准备去看哪吒，我可能后天也还在。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如果大家在那个什么，在石家庄的朋友可以到那个 Discord 的群来找我，然后呢，咱们凑一下。如果这个有个几个人的话，咱们可以凑顿饭吃，这个没问题。用模型编程怎么让模型每次记住函数环境和这个它会自己去读代码的，不用记。国际庄天气还凑合啊，比北京暖和。虽然早晨下了一点点小雪，但还是比北京暖和。天天长篇大论耽误大时间没完了，耽误大家时间没完了。这个其实没什么。今天看了哪吒和唐探，唐探我是不惦记了，就是我现在就惦记看哪吒。好，我们继续读评论。这个星际之门计划好大的饼啊！这条里头有人评论了，说这个以大统领的做事风格和上个任期的实践，估计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一地鸡毛，不了了之的结果会不出意料。2016年仍然意气风发的马老板在川普大厦要为美国创造100万就业的豪言壮语犹在耳边。其实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这么看这个事儿，就是好多人都在这条讲了，就是当时马云呢跑到美国去，然后跟大统领说我们要给你创造100万就业机会。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 TikTok 在美国有没有100万商家？对吧？有多少网红，有多少这个人在 TikTok 上面去发内容去挣钱？那么这个100万的这个叫做什么就业做没做出来？其实是做出来了，对吧？虽然这100万就业并不是马云做的，而是字节跳动做的，但是两边其实好好合作下去的话，这个100万就业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难啊。在给美国造100万就业这件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看马云说了他没做出来，对，马云最后他自己被干掉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对吧？然后这个阿里在这个叫做美国，其实也是有研究院，也是有阿里云的机房，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团队在那儿去干活，包括这个 AliExpress 也是有很多的就业机会解决掉了，但是呢，没有 TikTok 解决的多而已。现在包括深印啊，这个 Timo 都在美国解决大量的就业，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继续啊，我觉得大家都太小看山姆奥特曼了，大家不想想为什么老马一直对 OpenAI 穷追猛打？因为他知道山姆奥特曼跟他一样是同级别的野心家。一旦星际之门建成，老马的 XAI 会非常难追，还有资金排挤效应。至于弯道超车搞机器人，大家不要觉得，
HW 是硬件嘛，比较难搞，所以山姆奥特曼没法玩。有资金加 AI 没什么不可能的，甚至更狠一点，直接适配所有现成的机器人公司。这个一旦大脑可以自动适配任何机器人，马斯克再厉害也挡不住。别忘了，好几家机器人公司的背后，大脑都是 OpenAI 的，自动适配是非常有可能的。类似安卓方式构建框架就有机会能够达成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并没有说小看山姆奥特曼。山姆奥特曼呢，有他强的地方啊。山姆奥特曼在这一点上呢，他要比像什么，比如说微软呀、这个谷歌呀，还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印度 CEO 呢，要更加的懂技术、懂工程、懂这些东西。但是呢，他跟马斯克比起来呢，肯定这个工程技术方面的这一块就要差很远。其实呢，山姆奥特曼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性的人才吧，他懂一部分的技术这块呢，但是没有马斯克强。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政客啊，就是他在整个的公司运营治理上，他可能未必比这些职业经理人，比如像提姆库克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他未必比这些人强。但是呢，他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一块上，他确实是要更强一些的啊，并没有说小看他。好，继续说，数据中心，特别是 AI 数据中心产生的就业，可不只是运维的 IT 蓝领。假如最近到处招人的云架构岗位就相当档次啊，懂得 AI 的云架构，懂得 AI 的云架构师更加炙手可热。再说，什么是 IT 蓝领和 IT 白领呢？即使是运维，也有些也相当高级，例如数据中心海量集群的网络基础的工程师，例如懂得电力的工程师，例如懂得温控的工程师，例如懂得安全的工程师，都是很白领的岗位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啊，咱们要分清楚。第一个呢，这个整个的云计算机房里头，它的设计的人啊，比如说架构设计啊，这些人呢是白领，但是呢，他用的人很少啊，不是说我们需要很多人冲上去设计整个的这种网络架构啊。另外呢，进去进行维护的人，比如说人家设计好了，你只管进去，看这个数据，然后进行维护、进行更换，那么这些人呢，就基本上都是蓝领了，而这个才是真正大部分的人，对吧？不可能说是雇10万人来去做设计啊，这个扯淡了啊！自己这帮人能吵起来啊？至于其他的这些工程师呢，什么电力工程师、温控工程师这些人呢，就是他也分级别啊，就是蓝领未必收入很低，对吧？但是呢，他的收入的天花板呢，一定没有那么高，对吧？毕竟这个东西它并没有能力去进行新的设计和改动，他们只能够在这个别人设计好的基础上去这个进行维护啊，这个还是有差异的，但是它依然可以升级啊，这个并不是说工资高了就变白领了啊。但是我觉得蓝领白领之间并不需要去说我们一定要歧视蓝领，蓝领就是比白领低啊，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好，我看看。据说今年正能量电影垫底了啊，是的，大家都疲了啊，晚上起风了，冷，好吧，在石家庄了，对，是在石家庄。唐探不好看，充满主旋律和仇恨啊，那就算了，我本来也没电影去看。看新闻说，美国政府和 OpenAI 开始调查 DeepSeek，是否使用 OpenAI 的模型来训练自己的模型，感觉美国人是不是玩不起？这个事儿，哎，昨天直播你看了吗？昨天为这事儿吵了半天，啊，这个我觉得该调查也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也不怕调查，你调查呗。而且这个我估计还是用了啊。这个晚上好啊，新年好，是
哪吒更好看啊，唐探适合合家欢啊，这个那就看哪吒呗。外国没有直播带货吧？直播带货是会有的，为什么没有呢？会有的。而且直播带货这东西实际上是中国人跟外国人学的啊。这东西最早的原型是电视购物，电视购物我不知道是美国人发明的还是欧洲人发明的。日本没见过直播带货啊，这个你见过电视购物没有？孙正义说要在美国投5000亿，很怀疑他哪来的资金，估计是哄特朗普开心的。哎呀，这个前面的节目你没看吧？这个节目里头我们讲了这5000亿美金大概怎么能凑出来。DeepSeek 最近这么火，有什么公司会收购或投资？这个挺难的啊，因为就是其实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公司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缺钱啊，它虽然不挣钱，但是它上面有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壳啊，它这个换方量化自己是非常有钱的啊。另外一个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公司没法做尽调。这个我觉得以后我回头在这个会员频道里讲这故事吧，就是面对这个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应该怎么办啊？基本上你拿它没办法，就我们叫狗咬王八无处下嘴。还记得马云说要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工作机会，其实马云没有实现，但是别人已经实现这件事了啊，就是 TikTok 绝对实现了。日本电视购物是传统的直播带货啊，我司还卖几款产品，效果也还行啊，那就行了呗。但是跟李佳琦比起来，零头都比不上啊。这个李佳琦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还是人太多，这个没办法啊。而且电视购物的话，你想现在大家都不看电视了，电视的流量都被这个 TikTok 吸走了以后。那我就把电视购物搬到 TikTok 上，不就变成直播电商了吗？这个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孙正义不用自己的钱啊，愿景基金是别人的钱，愿景基金手里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是这个里头有很多玩法。这个能否把本地部署的 DeepSeek R1 32B 当做脱库版的这个 ChatGPT 用啊？这个还是不太容易，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 R1 这种模型。上来就是 think， 然后半天这个实在太烦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希望它给你简单明了的一个答案的话，那你用 R1 会被它啰嗦死的啊。我其实不太喜欢用 R1的。啊，这个也在石家庄啊，那大家可以在 Discord 群里头去聊聊。啊，在曼谷，挺好啊。这个没有啊，咱们这个无糖可乐啊，无糖可乐。八心八劫，啊，八心八戒，这是什么东西？是这个钻石哈，一般叫这个。为什么今天人少了？因为标题没有引用热词，是的。但是读屏呢，每天还是要读一下的啊，就每周还是要读一次的。我觉得 DeepSeek 应该不会大规模用 OpenAI，毕竟 token 这么贵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不要这么想这个问题啊！大家今天可以看一下那个 Jeff 里去讲了一下什么叫蒸馏技术啊。这个今天这个节目还挺热的，就是 Jeff 里的那个叫 Jeff 的科技视角。他讲的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蒸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了一堆的这个知识啊，原来有个老师，比如叫 OpenAI，他是个老师，然后呢，我把老师的知识拎出来以后呢，再去训练学生。学生呢，整个的架构通常要比老师的简单，就相当于刷题似的，刷完了以后呢。这个学生再去回答相同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效果没准还比老师好，所以这个过程就叫蒸馏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形象，对吧？这个你拿去训练的这个数据里头呢，一定是以 OpenAI 的为主啊。这个不但是用了，而且它是大规模使用，但是同时呢，可能也用了 Cloud 3.5啊，以及这个Gemini 什么这些可能都用了啊。它是用所有的这些数据。拿来去蒸馏训练了他们新的模型啊，这块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种猜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你想让它去给你相应的这个数据，其实你也要做这个，叫做提示词工程，然后怎么能够得到你想要的这些数据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DeepSeek 只允许电话、微信、苹果 ID 注册，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啊？这个其实原来美国人是可以注册的啊，后来就把他们都封掉了，因为他们也是觉得烦嘛。然后现在在意大利也下架了，大家就都甭使就完事儿了。因为你如果让他们注册完了以后，他又没有功夫在美国重新部署服务器，对吧？那你的用户数据就进到这个中国服务器里来了啊，这美国人会不开心的。在我看来，除了中美，其实其他国家的智能手机网络普及，远远不及中美。我认识不少欧洲的客户都是如此，都能发邮件已经是大多数客户的极限了。日本这个情况，也更加普遍，但我觉得日本的网络还可以啊，至少东京还可以。不少人根本不会用电脑啊，手机只会用苹果，用苹果也可以吧。就是中国人是因为微信啊这种 IM 太方便了，所以不太爱发邮件。但美国人也是天天发邮件啊。我用了1年的 ChatGPT 和 Gemini，我发现，的关键问题上，他们还是相差很远。Gemini 是差的比较远啊，这是真的。终于又赶上直播了，欢迎欢迎，晚上好啊！我想问问 DeepSeek R1 8B 的版本本地部署生成的代码表现如何？这个我是一个 Unity 的程序员啊，我没用过8B 的。这个怎么说呢？我在本地装了一个32B 的啊，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也不是特别喜欢，也包括 O1 模型，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ChatGPT O1，太啰嗦，而且太慢。他们回答很全面，但是经常是什么都说了，但是好像什么都没说。这个那天其实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千问2.5 Max 也挺不错的，这个我还没试，因为毕竟在外面嘛，这个做好多实验不是那么方便啊。请问国内硬件水平是不如软件水平先进吗？这话怎么讲呢？没听懂，没看懂这话啊。感觉还是老范讲的佛跳墙形象，对，我也觉得佛跳墙是一个挺形象的比喻。我理解大语言模型只达到了超级鹦鹉的水平啊，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啊，就是它现在比鹦鹉还是要强非常多的。好，我们继续。OpenAI Operator 这一期啊，这是应该上周的直播。有人说了，在惠普的 data center 啊，中国的 CFS 混过一段，现在已经解散了。数据中心用电、服务器和空调50%对50%。如果数据中心不能在贵州大山或者北极，冷却水是这个需要靠这个大规模的循环使用的啊。但是循环的过程中是在这个室外的冷却塔蒸发量惊人，大概2%的水量会损失，估计就是转一圈2%的水就没了。没水没电是搞不了数据中心的啊，这个非常感谢，因为前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就是数据中心为什么用这么多水的事儿啊，这个朋友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解答，就是你的这个水循环一次，2%就被我蒸发掉了。好，继续。日本网络很好啊，从18年前我家里就是1G 的光纤了。是的，日本网络是挺好的。今天姐夫很可爱，小白板啊，小白板不是小黑板，像个中学老师。是的，我觉得姐夫很适合这个讲小白板，就是他真讲很多的这种原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听不懂的，包括什么精度啊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大家听不懂。他就是前面这个讲老师跟学生的过程，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很形象了。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以后咱们就多讲故事，多讲例子就完了。然后呢，就不要尝试讲概念，讲概念这事儿，我已经被我太太说了很多次了，因为我的很多的视频是我太太负责剪嘛。
然后他就说这个你不要试图讲概念啊，试图讲概念他就剪得很烦，然后就回来把我说一顿啊，让我也觉得很郁闷，所以后来我就都改成讲故事了。感谢回答啊，我还是用 GitHub Copilot 来辅助这个写代码吧，用 GitHub Canvas 用来啊这个什么新的功能，实验新的功能和框架啊，这个 GitHub Canvas 这个东西比较难使啊，为什么呢？就是它对于你现有的工程和代码其实是没法去了解的啊，这个是比较讨厌的。我现在其实用很多的就是 GitHub 的 Project 功能，就是直接把代码扔上去，然后呢，它是允许你像一个网盘似的往上存东西的，然后你再问它各种问题的话，那个效果会好很多。为什么都叫他姐夫？他叫 Jeff 嘛，Jeff 叫姐夫嘛。不要念成2018年啊，18年前是2007年，这是哪个讲的哪段啊？对比 Cursor 啊 ，Cloud 3.5和这个 Clean 加 DS 啊，这个叫什么？因为我现在看这个好像有一段看不到这个 D 什么这边，等我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啊？DeepSeek 这边太慢啊。DeepSeek 是这样的，就是它最近服务器的压力有些大，你像它本身也没有多少这个显卡，然后又这么多人冲上来用，确实是比较慢。DeepSeek 能跳开 CUDA，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其实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就是现在我们的模型推理基本上都能跳开 CUDA 啊，但是模型训练呢，跳开 CUDA 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就是你去问他问题，然后他给你回答问题，这个过程是推理过程，啊，这块大家全都跳开了，不光是他。但是你看 DeepSeek 训练也还是用的英伟达嘛。好，继续说这个俄罗斯商品馆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俄罗斯人是甜啊，不管是巧克力还是甜点都齁甜，尤其是巧克力里边掺很多的糖，吃了跟70、80年代国产的劣质巧克力一个味儿，列巴口味比起欧包差远了，只有熏制的香肠是真的美味。这个事儿呢，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对于俄餐并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印象里好像这个白人都是特别爱吃甜啊。这个，我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也好，就是他们那个甜品店里那个甜品，是我自己都不敢尝试的。就我自己其实挺爱吃甜食的，你像我能长成那样，对吧？还有糖尿病，一定是一个特别爱吃甜食的人。但是呢，我到了美国以后，不敢尝试他们的甜食啊，实在是受不了。吃完了以后，觉得浑身战栗的那种感觉。你看很多这个视频，就是 YouTube 里有很多视频，大家去做甜食，那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瘆人啊！就是一堆的糖加进去，然后蜂蜜，然后再加上什么巧克力酱，什么好多好多的糖放进去，对吧？这个实在是太瘆人了。继续啊，这个不能与灰同行，东方甄选财报变脸这一条，这个呢其实是上周五直播的第二个故事啊，然后呢，单独剪出来放在上周二，应该这周二，上周二，单独放在我想想今天是周几了，我已经过乱乎了，这周二要放在这周二也把它放掉了，所以有人呢也在上面留了言啊。说这个前 CEO，也就是这个孙东旭啊，年薪3400万，公司亏，但是管理层赚。这个呢，我发现就为什么要读这条内容呢？就很多人都觉得不应该给他们钱啊，这些管理层啊、律师啊、这些会计师啊，对吧？这个你把我的案子打输了，把我的这个理财做赔了，把我的这个公司作废了，那我还给你好多的钱，这个事儿不是亏了吗？对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告诉大家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你要想清楚，他管理一个市值可能有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每天的流水，或者说每年的流水吧，
也有可能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你说你不给他发薪水，你把这么多钱搁他手里跑来跑去的，你放心吗？你也不放心。所以还不如说，我就干脆好好的按照你的这个价值，按照你掌管钱或者掌管这个这些这个成本的这个价值吧，然后我来给你付钱。付完钱呢，你就拿了我的工资，就不能再去贪那些钱了，对吧？你就好好的为我服务。那我一旦发现你拿了这笔钱以后，你又去贪了这个公司运营的钱啊，那我就告诉你去坐牢啊。这个其实是现在普遍认可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你找个大夫啊，你给你看病，看不好我要罚你钱啊，或者是看病看超了钱了我就罚你，这不就是国内的 DRG 吗？对吧？就是你一个病应该花多少钱看完啊？如果超额了，扣大夫的工资。那这样的大夫，我告诉你，我每次让他看病的时候，我都害怕呀，对吧？他为了省钱，他不给我好好看，这玩意儿咋弄？所以呢，该给这个 CEO 发工资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发啊，钱多钱少，你是跟他这个 CEO 自己掌握的这些资源啊，这些钱的这个数是相关的，对吧？这个你如果说这个公司本身账上也没钱，也没什么生意，那你给 CEO 付3400万这事儿是有点过分啊。但是，你说这个账上钱生意很多啊，你老老实实给人付钱。网络不好根本不是重点啊，是整个社会的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像日本的程序员，直到目前依然是派遣制度为主。对，日本的派遣制度一定是对整个日本软件行业、互联网行业、移动互联网行业以及 AI 行业有巨大的伤害的啊。这个我去年去完日本以后，其实录过相关的节目。日本如果改不了这个派遣制度的话，永远都是落后啊，这个它不可能前进的。感觉还是 Cursor 好啊，因为我自己不怎么用 Cursor，所以没法去给你做比较。呃，推理可以跳开 CUDA，感觉谢谢了范老师啊，这个没问题。中国人需要进行一次众筹课题：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吃过甜的食物？这一点非常独特，至今我还没发现另外一个族群是这样。因为我真的是看到白人的那个甜食，真的是挺吓人的。对，中国人吃糖其实是要克制非常多的啊，就是太甜了以后咱们吃不了。泰国人甘蔗汁儿还要再加2勺糖，反正泰国的那个，比如奶茶呀、什么咖啡呀，都特别甜。这个我是亲身试过的，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和甜品的食用方式有关。配咖啡一般就没那么甜，没有泰国咖啡你去试试，可甜可甜了啊。还有西餐最后吃甜点时就不觉得那么甜啊，空口吃就很甜。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西餐的很多糕点啊，包括很多的这种蛋糕什么的都反而很甜。春晚机器人啊，这没什么可讲的，这个有什么可讲的？这是一次临时的直播嘛，第二次在国内赶上直播了啊，这个也可以算临时直播啊，因为这个直播本来应该在昨天做，昨天是周三啊，对，今天是周四，对吧？周三应该是每天晚上每周三晚上应该做这个老范读评，但是昨天呢直播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今天就再直播一个老范读评就好了。这个想问问老范，比较推荐文档类 AI 助手是什么？比如，这个检查语法，这个润色，然后，非 ChatGPT 那种对话方式的。其实你用 ChatGPT 做这些事儿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你写对了提示词都是可以做的，而且做得很好。欧洲老头吃超级甜的冰激凌，是的，这个反正欧洲人我觉得吃甜是很吓人的。我朋友目前在日做了10年程序员，工资早就，35什么，然后年薪是500万到顶了，这样的环境留得住人，
才有鬼。是啊，你像500万日元的话，实际上也就是20多万人民币一年。那你这样的程序员，你在北上广深大厂你都混不下去，都属于是很浅的这种程序员，就是这种薪水。贫穷基因啊，这个早有论文啊，是吗？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啊。后面的小孩能力变强了，会变强啊，这个回头可以学习一下。英伟达股票这几天波动很大，上蹿下降。是的，好像第一天跌了17，第二天涨了8，接近9，然后昨天好像又跌了5，然后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大家还在折腾这个事情。但国内也很奇怪，在日本，茶类产品进入中国之前啊，中国几乎没有饮料是不甜的。对，原来是大家都要放糖，但是跟日本茶进入中国没关系啊，只是中国这些年来开始实行这种无糖化的这种饮料无糖化，这块是确实在往这块走啊。然后包括像美国现在也是无糖无麸质什么这个东西，其实也挺流行的。日本只是程序员才派遣，做一些业务软件，骨干和研究开发都是大公司的社员，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所谓的大公司社员，就是比如本田啊，是他们的社员，真正应该是什么呢？就是纯软件公司，对吧？然后这些公司要长大，这个在日本就没有这个基因。今天都周4了，放假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美国大众吃的美国产的甜食，像巧克力蛋糕什么的，经常会甜，死甜。是的，欧洲像是德国、法国或者瑞士产的甜品，基本合适啊。这个我没吃过那边，我法国的话吃过也很甜。奇怪的是，美国高档饭店产的甜品，这个什么基本不甜啊，好像是这个，因为我最后一行字看不见。DeepSeek 似乎这个麻烦了啊，这个近看就猫腻有点多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近看的，人家把所有的论文都开放给你了，大家都在那儿还原呢，对吧？这个梅塔4个小组在那儿还原这东西啊，或者再去研究这个东西。在我的评论区里，它有一个微软的啊，它是在美国微软说，我们现在也是每天挂着 DeepSeek 在这儿研究它到底怎么回事呢，在这儿部署，对吧？现在在微软云上也有 DeepSeek 的部署，可以直接去用。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去用就完了，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说贫困基因应该是糖尿病比较多，但是中国这个其实中国糖尿病不少啊，说明食物精细不能说贫困，贫困会导致方脸，这个就不懂了啊，这个咱不懂不能瞎说。这个我有个朋友在澳洲做移动程序员，年薪大概折合80万人民币啊，这个没有中国程序员挣得多。是的，中国程序员是这样，就是你能挣到80万的其实也不多。你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北京、上海之外吧，你做到一个这个普通的程序员，年薪大概也就是10几万，啊，然后呢，你做到比较高端的程序员的话，大概能到20-30万吧。但是北京、上海不一样啊，北京、上海的程序员的话，这个就是他是上不封顶的，就是年薪到200-300万以上的这些程序员，甚至300-400万的这种程序员，其实都是不能说很多吧，但并不少。日本程序员的社员工资实在太少，不做派遣啊，挣不了钱啊，派遣工资，这个起码60万日币，60万日币也就是2万多块钱、3万块钱吧，其实也没多少。当然，经验到4-5年以上了啊，这个就比较惨了。打赏成功了，这个感谢这个鼎力大国是吧？这个感谢打赏。今天英伟达主要是美国可能进一步禁止卖大国芯片，
甚至包括 H20，哎，这个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没想明白，这东西禁不掉的。那请问老范有比较推荐的辅助写代码的 AI 助手吗？我现在觉得 Tree 还是挺好使啊。如果你是 Mac 电脑的话，就上 Tree 吧。我最近使的挺开心的。下颌骨进化，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事儿了。以前用大模型写投标文档投标文件啥的啊，感觉挺顺手的，觉得和 AI 协作就这样，但是开始用大模型辅助完成一个完整的软件工程项目，感觉就真的是挑战了，包括对 Cursor 这些工具的配合，不知道老范对这个感受，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写那种大项目啊，这种小的项目，个人使用的项目 ，Cursor 和 Tree 应该足够用了。老范是不是 out 了啊？我看了 DS 的论文，不是说啥东西都在上面啊。那这个你看了，那你说说呗，对吧？那要是你觉得哪块你没看懂，然后你可以去问他。好，继续啊，这个说美国人买 TikTok 买了个空壳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现在这个算法还是那么重要吗？我看重要的是用户基数，算法大家都七七八八做出来。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像 TikTok 这样的平台啊，没有这个算法就没有现在这个用户基数。然后你给它换个算法，虽然大家差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这些用户就会流失掉，对吧？它是一个整体，就是用户品牌上面这些数据、用户行为跟算法，它是一个整体的，没有办法拆出来哪一块，对吧？就跟比如说有人出去找这个女朋友啊，说这女朋友腿长啊，我就要长腿，其他的部分我不要了，对吧？这个是不行的啊，你必须是一个整体一起要。这个再往后啊，夷人偷斧的比喻不恰当，难道字节可以不遵守中国法律了吗？其实我就想问问周受资，他口口声声说 TikTok 不是中国公司，那干嘛非要遵守中国法律？难道一个公司的兄弟公司有中国业务，这个没有中国业务的公司就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吗？哎呀，说这种话的人一看就没有知识嘛，对吧？这个英伟达去收购 ARM， 对吧？他也得遵守中国法律，也得到中国来申请啊，对吧？英伟达去收购任何公司，你都得在中国来申请，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其他的很多，比如微软去并购这个东视暴雪，你也到中国来申请来，对吧？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不但要在中国申请，你还要到欧盟申请，你要到所有地方都去申请一下，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对吧？你不在中国申请通过的话，那最后中国说我不允许你在中国交易了，不允许在中国生存了，那这事儿他也承担不起这个风险了。这个再往后啊，还有人讲说推荐算法应该开源啊，没有政治倾向，这才是维护言论自由啊。这个我估计讲的应该是马斯克的 X， 马斯克的 X 开源了，其实是个假开源啊。我一直说它假开源，好多人不服气，因为呢，开源这种东西，你开源了以后，如果你所有的医术不回答，所有的版本不更新，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个假开源。马斯克是把前面把他的那个X 的这个推荐算法确实开源过一个版本，但是以后这个就是一个死项目，就再也没有人理这个事儿了。我应该是上个月还到那个 X 的推荐算法那个项目上去看过，就是它的所有的代码大概都是1年前还是2年前就彻底没动过，对吧？那这种项目叫真开源吗？所以这个算法开源这件事儿其实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种算法就算是开源了，有多少人有耐心看？没有人耐心看的啊，看不明白的而且到底有几个人能把它看明白？看完了以后，你能去给人提意见吗？你像马斯克算法开源了以后，一堆人在那提意见，他连理都不带理你的，对吧？所以不要想着说算法开源了就维护言论自由了啊，这事儿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个继续，不明白为啥中国政府不允许转让推荐算法？难道算法里边有什么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漏洞吗？这个我看看咱们播了多长时间了啊？播了快1个小时了，行吧？那我们来讲这个事儿吧。算法里边确实是有国家的这个机密和国家安全漏洞的啊，这个事儿你说对了。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呢？对吧？因为我们的推荐算法其实还是有一些倾向性的或者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出现，哪些东西是不可以出现的，哪些东西是需要分多少个级别去处理的，这个是有点中国特色的。而这些东西呢，你倒不是说它有多么高精尖，有多么难以实现，主要是说出去丢人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给人家的。这个你觉得这样解释是不是合理？我看看这个来晚了老范说英伟达是不是要完这个离完还早着呢。春节快乐，好久没有追直播了，终于来上课了，好吧？你回到美国了没有？还是还在法国晃荡呢？英伟达不会完但是它的股价完了。哎，没有吧？今天英伟达股价怎么样了？这个因为我没去看卡尔加厨帮我去瞅一眼。这个我觉得你们看这玩意儿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今天是在笔记本上，所以屏幕小，就是好多的字儿看起来费劲。这个我并不相信英伟达的股价就完了我前面那个就是跌17%那天，其实因为我那个节目特别逗，就是我有一期节目讲的是 DeepSeek 引发中文圈混战这一期，然后讲完这期以后呢，那天晚上是跌了17%，然后呢这个但是我在那篇视频里头讲，我说英伟达这个事儿对它是利好，对吧？然后这个就有人去抄底了，抄完底第二天涨了8%，然后呢第三天又跌了5%，所以这个事儿就真的是上蹿下跳的。不过日本程序员工作没有太大的年龄限制这个是真的。且加班不太严重。这个我记得以前不都是说日本人加班吗？对吧？这个现在反正日本人确实不怎么加班了，不知道北上广深现在的程序员工作环境怎么样？有没有年龄歧视？有，程序员35岁毕业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加班非常狠。就是程序员很多都是大小周的就是大小周已经算客气了，就是这个一周5天，一周6天还有好多是996的。而像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都是早上10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就是一天基本上是在办公室里待12个小时。听着听着，炒蛋忘了放盐了，怪你吧？好吧，这个少吃点盐对血压好这玩意儿不争论真金白银。今天好几个微软的朋友都在朋友圈里发微软正式运营2个全世界最好的大模型，欢迎开通账号 DeepSeek R1 上线Azure。好吧，真的上去了挺好的，上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微软云是一个利好，但是微软云好像是它的财报上不及预期，应该预期是419还是400多少亿，然后它大概做了409亿，应该是预期412亿还是反正差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个对于微软来说就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听到有趣的东西了你听到啥了？不知道。炒蛋别放盐要少吃盐。炒好了鸡蛋，最后撒点盐花就行了。哎，我支持你但是海盐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一直比较困扰为什么呢？就是海盐这个东西里头，其实各种的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含量是比较多的，比较杂。这个是不是合适吃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变化不大，什么东西这是英伟达股价好吧，我觉得它稍微稳当点吧。我大学老师提议过让政府高薪招聘程序员，这个提高程序员的身价，但是日本政府明显没有这个预算。我觉得这个你大学老师提就属于瞎提建议这个不应该让政府高薪这个聘请程序员而是应该什么呢？应该鼓励软件公司创业。对吧？这个要把这个真正的就是导致日本出现这样问题的核心，不是程序员的薪资低，而是派遣制度，对吧？要把派遣制度干掉。
才有可能真正发展日本的软件产业。欧洲家用宽带也不慢啊，只是公共网络慢啊，这是什么意思？你像我现在在酒店里开着直播也挺快的，鸡蛋里边本身就含有盐啊，是吗？应该含吧，但是含的不多。现在东海岸早上8点还没开市，直播结束以后，直播结束应该10点了吧？我估计10点应该开，我记得9点半开始吧，还是多少开始？因为我是去敲过钟的，但是我已经忘记了。据说换方量化去年就被有关部门调查了，市场总监失联啊，这个是真的。因为呢，去年大家对量化就是有点怨声载道吧，确实是在处理他们的一些问题。但是换方是换方吧，我们是自古老海洋的生物，我们是来自古老海洋的生物，而不是现代海洋，所以吃井盐，古老海水的沉淀啊，是吗？我觉得我们现在吃的盐还是这个各种化学提炼出来的盐吧。英伟达盘前跌一点点哦，好吧，回美国了啊，昨天回来的。过去的15天学了很多钢铁直男的话题啊，坦克、飞机、大炮，挺好的。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很多，回去录节目啊。现在开始继续好好干活了，没问题。你在这个去玩耍的时候，我还保持你的 DeFi 网站这个保持更新啊，现在已经更新到0.15.2了。微软在调查 DS 蒸馏数据的事情，啊，不会说啥世界，最好2大吧？这个你自己去看微软的这个东西啊，你不要去质疑别人传的话。进来了，点赞啊！今天人不少，昨天人多，昨天大概快有1000人了，昨天有900多人，当然昨天是因为跟人吵架了啊。这个像我讲这个 DeepSeek，引起中文圈混战这条视频里头，我觉得最逗的是什么呢？就是2拨人都在骂我，一拨人说你就是美国人的口舌啊，你就是拿了美国人钱啊，你怎么样？然后另外一拨人说你就是粉红什么的，然后我在下头看着很开心，这2拨人都在同时骂我，然后这个。所以像我这种就是抹稀泥的人啊，就是这个49、51的人，这个观众长得慢也是能够理解的，对吧？能够在我这儿这个听我这个自己纠结了半天，然后把这个节目做出来，然后还愿意跟我讨论的人，永远是少数啊。当然，咱们并不是标榜自己是理工科啊，我自己肯定也是有很多这个理解偏颇，或者说有这个叫什么呢？有这种片面。概念或者片面的这种观念的时候，一定是有的啊，这个首先要承认。我觉得这点呢，就已经比很多人强了。提拉米苏不是俄罗斯的，是意大利的啊，但是中国，是有很多人在俄罗斯的商店里卖提拉米苏蛋糕，后来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啊，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俄罗斯有一种传统的蜂蜜蛋糕啊，然后在中国销售，但是呢，为了这个蹭一个比较好的名字，然后能够提高销量，他们就把这种蛋糕呢叫做提拉米苏蛋糕了，然后这个就导致在中国的商店里卖这个俄罗斯商店里卖提拉米苏蛋糕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2天啊，买英伟达股票的人很紧张，有人说股票跌了一半了。这个其实没有跌17%嘛，还在来回动荡嘛。好家伙 ，OpenAI Chat 多了个 Think 按钮。是的，刚才我看到了，这个我觉得对于 OpenAI 有一些刺激也是挺好的事情。它这样能够这个少挤点牙膏啊，多努力一些。GB200难产死掉了，游戏显卡性能不及预期。这个跌很正常啊，等 GB300看看。GB200反正到现在，因为我上次我也在直播里问大家到底有没有大规模交货，现在看呢 GB200应该依然没有大规模交货啊。没办法，二极管太多，是的，这个
布列塔尼海盐花不怕啊，那东西贼贵，不容易放什么量啊，不容易放量啊，放过量啊，我估计应该中间吞掉了一个字。英伟达等不起，因为研发 GPU 的护城河并不宽。研发 GPU 本身的护城河呢，其实你说什么叫护城河，对吧？这个规模其实在软件行业里它就是护城河，规模和效率就是护城河。然后呢，兼容性、稳定性也是护城河，再加上 CUDA 其实也是护城河，就是英伟达在这几块上做的都要比 AMD 比这个其他的都要强非常多，对吧？这个它的这个能够把更大规模的芯片做出来，然后能让它结连在一起去使用，而且非常的稳定，对吧？像他们使用这种几千块卡或者几万块卡，然后连续训练几个月的这样的项目，经常是出错了，就是它有的时候训练中间就直接崩掉了，那崩掉了前面这个钱就全白花了，你需要重新训练。那么英伟达在这一块还是要比 AMD 什么要强太多了。你比如同样的任务，从软件上并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写软件的人啊，就是从来不会说软件完全是对的啊，就是这个软件上总是有 bug 的。这个特别是软件规模大了以后，你不可能把所有软件 bug 都写干净啊。这个，但是你运转了很长一段时间，能够让它这么高强度、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规模去运转下去这件事情上，英伟达要比 AMD 要比所有的这些显卡都要强太多太多了，对吧？英伟达也不是说不错啊，它可能，比如说10次里头，啊错个5次啊，错个6次，它也会出错。但是 AMD 呢，比如说10次里头它错个8次，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量级啊，就是具体的数字我没有去统计，但是你们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说我10次里错5次，那么你只要是把这个成本算进去，我这个还是可以训练出结果的。但你如果10次里错8次的话，这事儿就没法整啊。2天把论文看了一遍，觉得明白不少知识连接的关系啊，这个基本可以不看 DS 的评论节目了。是这个有些人是你可以看懂评论啊，看懂论文。像我们做很多这样的评论，主要还是去给这个，就是大家去娱乐的啊。这个我其实讲过很多了。DeepSeek 这2天回答问题，它这2天确实很慢啊，这是真的。所以我这2天已经把我的那个 AI Agent 里边的所有的这个DeepSeek 的那个节点全换掉了，全都换成 GPT 了，它实在太慢了。这个谢谢范老师啊，我看了那吵架的啊，我心想，这个什么有心祝贺范老师流量大涨哈，这个是吵架就是这样，吵架就流量会涨一点点。被很多大厂砍掉了 GB200不及预期，你说能不接吗？啊，这个 GB200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老师说一下，外行请教一下，都在训练大语言模型，有没有小语言模型是吧？有啊，你可以蒸馏出小的来呀。是不是遭受攻击？其实也不是什么攻击，就是用的人多了，没什么别的。台湾新闻有播大陆人都跑到台湾买显卡，这个我觉得，台湾新闻反正凑个热闹吧。英伟达股价不知道和老黄一直没有出来给什么站台有没有关系啊？这个如果台湾一直在，而且台湾一直在了邀请老川，不什么不喜欢的共和党人去访问啊，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反正川普现在不是要给这个台积电加税嘛？我觉得这个事还是等着看呗。鹦鹉就是小语言模型啊，这事儿跟鹦鹉没啥关系啊。iPhone 有机会用 DeepSeek 做自带 AI 吗？我觉得不太会啊。我觉得不太会。我觉得 iPhone 在中国大概率是用豆包啊，用豆包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好，我们继续读评论了啊。这个DeepSeek 引发中文圈
乱战。有人说了 ，V3 发布的时候，提升不是更大吗？怎么 R1 发布的时候，美国才突然大规模报道啊？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 ，V3 提升确实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呢，这个事情的发酵要有一段时间。其实从 V3 发布了以后，美国的这个圈里边就已经开始发酵了，只是到 R1 发出来的时候呢，叫趁热打铁，对吧？这个等于这一波的热潮就彻底热起来了。而且现在呢，OpenAI 已经不在 GPT-4O 往后再去发展新的面向公众的模型，当然 GPT-5到底能不能出来不知道啊。这个而是转向推理模型，就是 O1、O3 这个方向去前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发现，哎，R1 居然也可以达到 O1 这样的一个水平，对吧？那么大家就觉得，哦，原来，OpenAI 也没有领先多少啊，它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好，继续啊，开源战胜闭源。我没有多懂科技这些东西。Linux 是免费开源的，有战胜 Windows 吗？GIMP 啊 ，GIMP 免费开源，有战胜Adobe 吗？乃至最简单的号称压缩比世上最高的7zip一样免费开源，也是被 WinRAR 市占吊打。不但没有产生竞争威胁，还被压倒性的落后啊！没有资本和专利的这个商业模式，不会聚集技术人才的这个强力发展这是铁打的历史经验啊！这件事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不适用了啊。Linux 呢，在服务端绝对的战胜了 Windows。现在呢，我们使用的操作系统其实主要是3个。第一个呢是 PC 上用的 Windows， 现在 Windows 里头其实内置的是有 Linux 操作系统的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服务端主要用的是 Linux。然后第3个呢是 macOS、iOS 和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比如说 PS5 Switch 这个里头用的都是 FreeBSD。它是一种这个开源的 Unix 操作系统，对吧？这个其实现在主要3大操作系统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的手机上安卓就是 Linux， 对吧？这个微软 Windows 折腾了半天，最后它也没有在移动端抢过 Linux， 对吧？也没有抢过 FreeBSD， 所以呢 Windows 依然到现在是停留在 PC 端了也就如此了。至于其他的呢，其实7zip 现在用的是越来越广泛了这个我现在还是蛮多用7zip 的很多我身边的人都是用7zip 的至于说这个 GMP 我确实用的不多这个现在我用的更多的是 Canva 叫可画继续这个 DeepSeek 横空出世，这个打击的是泡沫而不是需求，有助于回归理性面我认为倒是好的卖点。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泡沫这个事情呢，你说它存不存在，它肯定存在，但是呢，泡沫其实也是信心的一部分。你把泡沫打掉一部分呢，信心可能也会打掉一部分，对吧？这块所以到底是好是不好说继续这个李开复哭晕了，你他妈早2个月说开源降低训练成本的技术，我就不转型了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因为李开复前面做的01万物 Lite 模型就已经是抄的 DeepSeek 2的这个MOE 的开源架构了已经开抄了，抄完了以后呢，最后才选择的放弃。这个时间顺序我们稍微理顺一下继续说 DeepSeek 已经让美国股市下跌了，这就是成功了，技术还有差距，主要是芯片。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是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美国飞机摔了太好了，美国飞机摔了，为我们新年贺礼了美国飞机2个相撞了美国飞机相撞了，太好了，这个前面是 F-35掉下来了嘛，后来是一个直升机跟一个什么客机相撞了，说太好了，这个美国这个东西呢叫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它一定是个贬义词，对吧？所以这样是不对的，你不能看着别人倒霉了，然后你在这开心，这样别人为什么会真心实意跟你在一起做生意，一起去
这个做朋友呢，这个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不好啊，我也非常厌恶这种思想啊，这个是不对的。继续啊，说 DeepSeek 这个名字就非常的世界化，以及各种模型的名字，小红书可能会不乐意啊，小粉红可能会不乐意，这个名字在中国不接地气，如果不是第一都不好传播啊，这个是真的。中国这批大模型，今天我跟我太太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起了这么傻逼的一堆名字，对吧？这个比如说通义千问。这个文心一言，我都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盘古，这个腾讯叫什么来着？腾讯叫，反正也是一个特别怪的名字啊。腾讯好像叫浑元啊，腾讯叫浑元。说为什么起了这么二的一堆名字？因为很简单，现在呢，to C 没有市场，to C 挣不到钱，所以大家都要去挣 to B 的钱。那你要去挣 to B 的钱呢？就要去给政府的这帮老大爷们去这个讲这个故事，那你不叫这种什么浑元呀，什么盘古啊，什么叫这样的名字的话，他就不买单，对吧？所以就起了这样一堆烂名字啊！这个所有叫这样名字的模型，我连试都不会去试一下。这个最后一条啊，说这个游戏科学的冯骥发文盛赞 DeepSeek 是这个国运级的这个技术进步啊，这个字眼非常显眼啊，这个真的是很恶心。他是看不得 DeepSeek 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应该是把游戏科学这家公司上交国库，毕竟黑马流也很国运。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毕竟不认识冯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我只能说从我个人感受上来说呢，去把 DeepSeek 叫做国运级的一个这种科技进步吧，是反正我自己听着不是那么喜欢啊。我要这么去讲这个事情，因为大模型的进步其实真的是你追我赶，日新月异。在中间有人做出了一些变化了以后，怎么就国运级了，就可以停下来庆祝了这件事儿？还是有些太过了啊！就跟我在讲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讲说4个人打麻将，有人开杠了，然后突然后边亲友团冲上来说：“来，麻将不打了，我们这个已经胜利了，然后再往后不玩了，对吧？”这个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然后大家开了杠，然后可以接着玩下去嘛，对吧？还有后半宿可以接着打麻将的。所以没必要去把它捧这么高啊，它有点捧杀的感觉。好啊，我继续这边看看还有什么评论。这个读完了，我就可以把这边的关掉。这样的话，这样可能就好一些了。哎呀，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是这样，就是我在这个屏幕上看的这个距离呢不太合适。DeepSeek 把英伟达股价吓尿了，这个重仓纳斯达克基金啊，这2天支付宝盈亏没更新，还不知道到底亏了多少钱。这个无所谓了，耐心等吧。我相信它就算是掉了，未来也还会涨起来。MIT 用智能下降的人仍然可以口若悬河的说话，说明我们的思考和语言之间没有本质联系，语言功能区和思考功能区是相互独立的啊。这个事儿我不了解啊，不跟大家瞎讲这个事儿。Lambda 宣布已经部署了 GB200的云服务，是台湾超微搭建的 NVL72，而且 GB200似乎已经被澄清了。Lambda 是谁呀？因为我没用过他们家的服务啊，但是大厂里头，你比如说像马斯克啊，然后像这个
微软就是像这样的大厂要去部署成功一个，对吧？大家才会信这个东西，因为就真的，像微软买的最多嘛，然后是美塔，然后字节，然后是这个 XAI，就是几家大的这个GPU 采购商，他们现在都没有这个部署成功的消息出来。经纬英伟达还得跌，哎，这个我们就还是希望它涨吧，因为我手里头重仓的是叫富兰克林科技和这个叫什么贝莱德科技，所以它涨了跌了，对我肯定还是有影响的啊。负面消息太多啊，这个等等吧，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大语言模型本质上不是人工智能，只能说会说话了啊。这个我觉得你对大语言模型还是要多了解一下。美国收紧英伟达对华销售，据说 H20要禁售啊，好吧，我们等吧。视频识别上也没有达到猫的水平啊，现在视频识别已经强很多了啊，这个你可以去试试这个 DeepSeek 最新发的那个视觉模型啊，好像叫双头什么，我叫 Jonas 还叫什么，好像是一个古希腊的一个2个脑袋的神，具体的我忘记了啊。X86是历史包袱太重了，为了向下兼容，微软也是啊。微软现在做 Windows ARM 版本做的还是挺好的。看英文 UP 主那边下面英文评论全在感谢中国，感谢 DeepSeek，反倒是中文圈炒得最热闹。对，因为很多中国人啊，或者说曾经的中国人吧，现在还在看中文自媒体，还在这个发中文评论的人，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居然会创新这件事儿的。中文圈成分复杂，哎，中文圈就是二极管太多，没什么别的。他们感谢的是价格和能用性价比，这个也算创新啊。居然还有人质疑开源软件各种云平台，包括说自己啊，里面一堆服务都是基于开源软件。微软现在自己也是拥抱开源，是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上面人家讲了说人家不是软件圈子嘛，所以他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是没问题的啊。阿里云宣布自己的超越一切，这个但是没人理他，对吧？这个没什么问题。思考和语言一直认为是不同的，这个甚至慢思考的人语言一般比较慢，这个叫贵人语迟是吗？这个目前网上简中讲 DS 的一般都是口若悬河，但是思考不足。老范例外啊，这个我也思考不足啊，这个就是很多东西确实我也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啊，咱要承认。简中 AI，我唯一听听老范啊，感谢感谢，你可以怼我啊，没问题。一架美军的黑鹰已经把庞巴迪撞了庞巴迪支线是吧？这个具体新闻我没看啊。一架军方黑鹰和一架庞巴迪支线客机，好吧。今天川普骂鲍威尔，鲍威尔还嘴说股市泡沫太大，不能轻易降息和结束量化紧缩。这说明股市不下跌，它就不会停止量化收紧。这个看吧，这个美联储的事情我是不太懂的，我估计美联储后面还是会去调整的。华为自己都还没说与第一，阿里云就是说自己第一了，应该也不是自己说的啊，都是网友们谬赞。有说是山寨谷歌的 DeepMind，这个是从哪儿说起的呀？是不是因为名字里都有一个 Deep 呀？我认识不少欧美、日本人的确是如此，像这个黑那个黑的，但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都很友好啊。有个国人同事考下注会证书的时候，大家基本还都是为他开庆功会啊，大家甚至还为他开庆功会啊，这个是。就是反正我们确实比较不太容易理解他们那种礼貌和客气。私企用 AI 的嘛，哪些场景可以用？
很多用啊，非常多场景都可以。你看的英文 UP 主太少，很多，都是出来抢流量的。我关注的英文 UP 主相当多，都质疑 DS。哎呀，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也没必要讲别人看的英文 UP 主就少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推荐算法，人家觉得你喜欢看质疑的，就把一大堆质疑的推给你了。对吧？另外有些人可能喜欢看这个，鼓吹这个叫做什么 DeepSeek 的人就推给他了。所以呢，在推荐算法面前，每个人都生活在信息茧房里。DeepSeek 这个事情，很多日本人第一时间就用上了，而且还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只有中文圈一直在骂抄袭啥的。我估计美国人应该也有在骂，日本人可能也有在骂啊。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首先接受质疑是没问题的，一旦一个东西不允许质疑了呢，就一定是出问题了啊。这个就算是他没有抄袭，你也依然可以质疑他。其实关于抄不抄袭这个事情，我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他拿了别人的数据去做蒸馏，然后人家在协议里头写了说你不可以拿我的数据去训练竞争对手，对吧？他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违反了使用协议啊，这个事儿呢，我个人是这么去判断的。来了，点赞啊！刚来就听到老范读我的评论了啊，黑马楼啊，冯骥，这个捧杀太恶心了。这个他到底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反正我不喜欢，我只能这么想。AI 的落地还是一个谜啊，这个倒不用，因为现在 AI 已经有非常多的很好的落地方式了。我觉得老范不能再天真了，这个他是万字长文，对，我是准备去看一下，但是呢，今天一大堆人都在讲这个文章，然后我今天还没有时间去看。这是一场战争啊，直到 AGI 出来建立无可比拟的优势才会结束。回头我准备好好看一下这篇文章，再跟大家解读吧。这个没看就不跟大家胡说八道了啊。最见不得中国人好的更多的是中国自己人，是这样的。你看到的 AI 落地是娱乐，但实际上不是只在娱乐。对，其实 AI 在很多场景里都在落地。昨天老范才舌战群儒啊，今晚又来直播。今天是读评，把评论都读掉。香蕉人啊，其实很多不是香蕉人，就是这些呢，大量还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对吧？而且呢，是这个就是他就看不得这些事情。如果真的是出去了香蕉人了，人家看英语的。人家何必在我这儿中文博主下边费这个劲呢，对吧？人家不费这劲了。能不能这样理解？有了 DeepSeek，具身智能就更靠谱了？跟具身智能没什么关系啊，这事儿。就是它呢，在具身智能的很多领域里，它可能会有应用，但是肯定还要再去调整非常多的东西。我认识的日本人在奥运会的时候都会给中日韩的运动员加油，希望国人也有一样的胸襟啊。这个，我觉得这几年来倒退很多啊，咱们要承认这件事儿。大部分赛博出国的都有点 M，是的。我觉得很多人移民以后必须给自己决定不断肯定啊，所以发现离开的地方有好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就无法相信，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好吧，就是他永远要强调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啊，我离开了一定是对的啊，这个也可以吧。Lambda 是一个专门提供 GPU 云服务的公司，Lambda 是怎么拼的？LAMDA 吗？这个因为我没用过他们的产品，我准备去学习一下，因为我用的像。就是有几个，他们都是做的类似于 Pass 这样，像 Together 啊点 XYZ 实际上是个 Pass，就是我没有用过真正的叫裸金属，裸金属就是它给你一堆的加上 GPU 的服务器，你自己去部署所有这些东西的，就我没用过这种东西啊，我用的都是已经部署好的，这个包括像归结流动，像那个有一个叫 Open Router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还有这个叫做Together 啊，就是我用过这几个，没用过 Lambda 的东西。管它中国的 AI、美国的 AI 啊，那个性价比高就用哪个，爽就完事儿了。吵来吵去的很无聊啊，不无聊啊，吵来吵去的可以给我带来流量啊，这不是挺好的吗？炒的目的是在于流量啊，看淡就行了。对，都不要太认真啊，就是这样的。股市泡欧泡沫鲍威尔还不知道吗？我们传的是假数据啊，这就不知道了啊。因为端到端人工智能如果具身可能比较麻烦支持的端点毕竟太少，这个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事情我们短期内先不讨论啊。盐吃多了眼袋重，我觉得盐吃多了主要还是血压高，眼袋重还是睡觉少了。尽量不要用中国的 AI 啊，因为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这个我觉得想太多了啊。是不是创新取决于你对创新的定义。如果0到1算创新 ，DS 肯定不是。我从来不想0到1这种事情。这个谁0到1了？对 ChatGPT 这帮人，如果没有谷歌 DeepMind 前面这些东西，它算0到1吗？它也不算，对吧？这个很多人就是一到中国身上就开始想0到1，对吧？一到美国人身上，哎呀，这个就是创新啊，怎么？这种呢就是奴才。美联储网站有详细的决策过程记录啊，包括各种数据分析。我看不来啊，这种，其实我也不想看这个东西。很多这种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管它这种叫，你把过度的复杂度，然后这个开放给这些，这个叫什么呢？开放给这些看不懂的人去看啊，就是普通人去看，唯一的目的就是诈骗啊，就是这一件事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就跟那个中医每次给你号完脉以后，哎呀，这个给你讲一大堆的口诀，然后呢你就相信他就完事儿了。就跟大清一样，闭关锁国，我就最牛叉啊！这个是讲的哪段啊？也可以说很多人移民之后对大国的猫腻知道的比较多，其实真的没有啊！你移出去以后呢，肯定对于大国的事情就会越来越不了解嘛，对吧？这个是任何的新闻，你过一段时间都会变成旧闻嘛。发现离开的地方好消息传出来了，就无法相信啊，觉得有猫腻。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持审慎态度观察所有东西啊，不要上来说这东西一定是错的，是吧？这个就太路径依赖了。有个小侄女拿到 DeepSeek 的 offer 了，还犹豫了呢。看呗，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真正喜欢这件事情的人，就去折腾一下。如果就是想找个大厂混个资历的话，就别去了。就这么简单的个事情。新年快乐啊！感谢打赏啊，非常非常感谢。手机上评论啊，点赞，电视上看，感谢感谢。坏人最在乎是如何堵住别人的嘴，防民之口，慎于防川啊。这个好人也想这事儿啊，这个不光是坏人的事儿。有没有可能 DeepSeek 一开始不觉得自己是竞争对手，所以不算违反规则？这个我给大家讲一故事吧。这个讲到这儿，正好讲一故事。在这个Musical.ly，就是当时我们投资了他嘛，然后呢，他跑到 Facebook 上去打广告，然后打广告的时候呢，就说我是一个社交软件，然后呢，这个 Facebook 就限制他的广告展示，然后为什么呢？因为 Facebook 自己是社交软件嘛，然后它限制所有这个社交软件的这个广告展示啊，这个它是有这样的规定的。这个后来呢，就是我们就把它那个广告的这个投放关键词给改了，说你不是社交软件，你是娱乐用软件，对吧？然后他这个Facebook 就很开心的接受了他的所有的广告预算，然后嘁哩喀喳把他软件推出去了，对吧？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吧？有美股的要考虑清楚了，现在市场就在等待一个做空的理由。哎，这个我觉得有中概股的，有 A 股的，更要想清楚了。
市场在等一个什么时候下这个彻底崩盘的一个机会。再思考一下啊，我的推荐也很大，我的这是什么字儿？这个字儿不认识啊。也有很多说大国遥遥领先的，我不喜欢被算法忽悠 CIA，不顾我是他们的失误，这个 CIA 就不了解了啊。这个其实现在的 AI 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人类了，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咱不能这么讲啊，就是超过大部分人类。我觉得对于 AI 现在的智商来讲呢，应该这么去讲，就是你在很多的具体的领域里头，它已经超过人类了。你比如算数这事儿，你不用 AI，你计算器就比咱算得快，对吧？然后你说这个比如说进行文字处理啊，进行内容生成啊，进行各种的这个信息检索和归纳呀，这一块 AI 其实都已经超越人类了。但是呢，在很多方面 AI 又不如人类，什么样的？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书呆子，对吧？他比如工科生啊，特别是工科生，学了很好的这个技能啊，考试也考得特别棒，但是呢，这些小孩呢，他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这个技巧啊，或者很多的这种常识不了解，对吧？这个 AI 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他并不是真的不了解，而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些知识和技巧，这个是现在 AI 比较麻烦的东西。我没往这方面想过，冯骥真的有可能是故意的，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我们不去特别恶意的揣测这个事情。问一个外行问题，为什么他会用其他数据还开源共享？呃，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都在用，都在用。然后呢，这个开源共享这件事儿，人家就一直都在开源，那怎么办呢？现在其实开源软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是存在一些版权争议的，就是所有的开源软件里头可能都存在类似这种问题。AGI 10年之内啊出不来啊，这个不会的。AGI 我觉得，如果单纯从语言模型角度上来说，现在应该已经达到，我觉得已经0.6、0.7的这个水平已经做出来了，这离1已经不远了，可能2-3年之内就可以做出来。然后呢，从语音和视频这个加在一起，咱不算巨神智能吧，我觉得可能3-4年、4-5年也就差不多。机器人的话，10年之内肯定搞定。我觉得我是可以享受到机器人养老的。任何的落后原因都是思想落后，这是什么？国内把思想舆论管的，哎，这个我们就不研究国内的事情了。我觉得呢，美国跟中国竞争，最终还是要开放战胜封闭，对吧？如果发现 DeepSeek 挺好，然后你就决定去封闭的话，那这个事儿一定会落后，对吧？那么就属于是自断手足。出来了还要天天看说中文的老范，这不挺好的吗？这挺多的人都在海外看我的，这个也算是这个听一听故乡的声音啊，挺好的。安装他们的逻辑啊，AI 第一就应该是这个意识形态啊，这个我觉得你不用去想这个啊，LAMBDA 啊，这个我还没有这个 B，不是我原来没有不知道它有个 B 这个事儿，不了解。达沃斯论坛上 AI 科技初创公司这个他的言论啊，不就是说他有5万块显卡这事儿吗？这个没有证实嘛，对吧？他反正说是说了，然后呢，这个 DeepSeek 自己也没有出来否认，也没有出来证实，那这个事情就搁这儿搁着呗，对吧？那这个Alexander 王他也没法说某年某月某日他从什么地方买的，但是现在好像也在说他可能是通过一个越南公司买到的这些显卡。因为我自己就知道有走私的这个事情，而且挺多的，对吧？那么是不是这个 DeepSeek 自己去做了走私这件事儿呢？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也没法去替他辟谣，也没法替他承认，所以这个就只能是这样了。
消息面和政策面对股票的主要作用是为了价值回归。这个股票的事情我们不说啊，这个咱们强调一下，就是这个频道里头呢，我们不去做这个单只股票的意见和建议啊。你买了挣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啊，你别回头挣了啊，不上我这儿来买会员，不上我这儿来这个交这个什么来啊，交份子钱来，然后亏了，然后说，哎，老范你怎么推荐我买股票亏了啊？咱都不负责任。Lambda 啊，好吧，回头我去试试。耶稣复活是0到1，摩西说，这个我们唯有依靠神啊，是0到1。清教徒登陆美国是0到1啊，这个清教徒登陆美国之前，美国也是有人的呀，对吧？这个所以好多事儿呢，咱们不要太较这种事儿啊。这种在华商当中不是少数。我对这个人不了解啊，对于他的项目我也不了解，所以不做评价。问一下 ，GitHub 的数据真的是给微软拿去给 OpenAI 训练 GPT 了吗？这个应该是真的啊。到目前为止，这个应该还有人在不断的去抗议这个事情。微软呢也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来否认这个事情。同样的逻辑可以说，大国遥遥领先是还没润啊，对自己决定不能肯定，于是他们自己的困扰。别说这个造句其实还挺通顺的，这个也有出去了还觉得大国遥遥领先的，这个都有，这个就是大概率小概率的问题啊。如果真的纠结0到1，大概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啊。他们第一个发明了轮子，而数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意义。Musical.ly 李自然啊，李自然 Musical.ly 有个屁关系，对吧？他压根就不认识这帮人，对吧？这个 Musical.ly 的创始人一个叫 Alex 王啊，还有一个叫 Louis 杨啊，这2个人的创始人，后来他们是卖给字节跳动，变成 TikTok 了啊。布尔说，人类所有的逻辑都是来自于4个基本逻辑组成的，是0到1啊。这个，咱们自古以来说这个，1分2，2分3，3生万物这个事儿算不算0到1啊？对吧？你要这么讲的话，这事儿就没完没了了。有道理啊，我们的 DeepSeek 是帮小学生写作业的，挺好的。雷军千万年薪挖罗弗利真实原因被曝光，竟然是因为这个年薪的 DeepSeek 里面其他人根本就挖不动啊，只能挖罗弗利。怎么看这个事儿？我没看具体消息，但是我看到好像有人因为去报道这个罗弗利入职小米，被小米警告封号，因为小米说这个人并没有入职啊。这个具体是什么事儿？因为现在过年嘛，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坐下来去做考证啊，所以罗弗利这个事情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变化。大模型这条路是对的啊，现在总结文本分析真方便。而且大模型的话，你比如说现在去做这个什么蛋白质啊，做这个生物医药啊，做这块其实已经极大的提升了人类科研的速度。而且呢，让大模型去做各种的这个推理模型吧，比如 O1也好，O3也好，这些模型，去做这个理工科的这种推理运算的话，也要比人要强非常多。所以我那天也在讲说，我们可能马上就要迎来科技大爆发时代了，啊，就是《三体》里边讲这个科技大爆发嘛。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以前呢，我们需要，一个人，比如说读到博士，可能就已经读到30多岁，然后上学至少上了可能30年，甚至27、8年的这样的一个学完了以后，首先这是一个巨大的筛选过程。筛选的时候呢，也许把有些人的这个热情就磨灭掉了，有些人可能有某些特定方面的才华，但是他在从这个小学生一直上到博士、博士后的这个过程中，就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被筛选掉了啊，原来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呢，等于这个门槛一下就降低了，然后可以去参与到这个研发里边的人一下就变多了，然后各种各样的思想就可以快速的被验证。那么可能人类科技大爆发就在未来的2、3年里头就会发生。
1450，哎，这个不要再讲1450的事情吧。我天天看说中文的老范，就是因为我突然好奇大国 AI 在搞什么，于是开始看简中，大多没法看。后来就发现老范听了几次，对大国的事情知道比较多，例如豆包。哎呀，这个我讲的也很片面啊，这个首先要承认这个事情。不要小看帮小学生写作业，写一写，说不定就写成博士生了啊！这个不是这么来做这个事情的啊。竟然读不出繁体字，对我对繁体字好多认不出来，特别是其实我老花眼，就是在宾馆里头看屏幕这个大小的话会很费劲。是不是我小时候看来自台湾的盗版动画看太多了？虽然不会写繁体字，但是能读出来。就繁体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呢是这样，就是说你把很多词连在一起，我没准能读出来，就连蒙带猜能读出来。但是你单独给我好多字，其实我是读不出来，因为它好多字差异很小。今天天气晴朗，AI 很厉害。今天烈阳如歌，人才能写得出来啊！这真不是这样的啊，AI 也能写得出来，没有任何问题。谣言说 DeepSeek 买社保只有4个人，如果那么高薪，会不会麻烦？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这种公司里头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以前在猎豹移动吧，猎豹移动下面的各个分子公司，或者说我们叫壳吧，大概有200-300个，然后每个里头呢都需要有些人买社保，对吧？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里头，它上上下下的壳可能也有，不一定会有200-300个吧，但是我觉得真不好说，因为它做那个上面有做量化的嘛，所以它可能比那个猎豹移动这样的上市公司的壳还多，它没准有这个好几百个壳，没准上千个壳。那么大家每个壳里也总要分一些人去买社保，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来了啊，看直播了，好的，欢迎啊。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这个人类智慧的巅峰是神性认知，这个我就不懂了啊，这个已经脱离我的范围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在 AI 啊，在医院影像科 CT 核磁共振应用很多，辅助医生读片，标出各种可能的这个肿瘤结块，提醒医生多加注意，让医生省了不少精力。是的，这块肯定还是在不断发展嘛。什么国运大旗啊，都是基于民间中宣部的水平，这个就不知道了啊。搞量化对冲的，不愿意掏那点社保，会不会太搞笑了？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也看到有谣传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公司治理架构不是那么了解。今天跟一个在欧洲外企上班的老表聊天，他说比利时那边也有工厂想搬到大陆，毕竟成本只有那边的1/3，现在就看谁更开放，开放的速度更快，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搬到美国啊，你省了比如说30%的税，你搁在比利时，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在比利时你需要交，就把东西卖到美国，你需要交这个，比如说是25%或者30%的税啊，搬到美国这个税就变少了啊。那么你如果搬到中国呢，等于整个成本一下下降了60%，然后就算是再交25%的税，还是便宜，还是划算，对吧？它就会变成这样。好家伙，微软的 Copilot 也出了 Thinking 了啊！这个 Copilot 我真的好长时间不用了。它是搞量化对冲啊，不是说就那么挣钱啊。这个换方量化是中国所有量化基金里最挣钱的一个，对吧？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应该除了一些这种红二代的量化之外，他们是最挣钱的。DeepSeek 有5万块显卡 ，DeepSeek 是否用这5万块显卡训练，应该是2个问题啊。这个如果他有的话，他一定会用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就算他有，他训练了，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对吧？你拿他也没什么办法。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能搞量化啊，这个真不是这样啊，这个东西还是挺高深的一门学问。这个还有谣言说换方是在做空英伟达啊，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哈，这个我觉得就谣传吧，因为换方在国内干这种事儿干的挺多的，
所以好多人说，哎呀，换方在收割完了 A 股以后，跑去收割他们去了哈，这个确实是有这么讲啊。那么 DeepSeek 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这个是第三个问题。什么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把这个要重复一下你的问题。之前有个很好玩的说法，说 AI 只能承担一些不太聪明的助理角色，这个不能这么讲啊。现在 AI 其实有的时候比人聪明。不同意老范关于零到一的观点，你对于零到一的理解是偷换概念，人类文明和科技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了，科技创新，这个我看看你到底想讲谁是零到一吧。这个苹果创造 iPhone 之前，触摸屏和 Linux 也都有了，因此苹果就也不能定义为创新。我认为所有概念的讨论的前提需要一个清晰的定义，否则就没有意义。对啊，所以我就从来不认为有零到一的事情啊。我认为只要解决了问题就是创新，对吧？然后你们非要把它分出来，在美国叫零到一，然后在中国就不叫零到一，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没有任何可讨论的价值。谁说谁小学生呢？哎，别乱讲啊！小学生这个不能乱讲。简体字我能读啊，但是写不出来，好吧？AI 大爆发有没有可能推动教育变革啊？这个是必然的。如果你不变革的话，就没法整了。我记得我在AI GC 刚出来的之前啊，刚出来那会儿吧，去中国传媒大学去讲课，他们就在问我说，我到底应不应该给学生用 AI？然后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希望你的学生是最后一批不会用 AI 的学生，还是应该是第一批会用 AI 的学生？他们听了这个问题以后呢，这些老师们就决定还是要好好的让学生开始用 AI。中国网络安全之父周鸿祎，哎，这个周鸿祎不能算网络安全之父啊，这个怎么看？哎，这个周鸿祎就是蹭热量去了，蹭到了。第一次看直播吗？不应该吧？想了解一下前景啊，这个前景没说过啊，这个前景我估计会去讲，但是可能会放在会员频道里，因为这种就是纯瞎猜，没有任何依据的，就不污染大家的这个耳朵了啊。显示器算不算零到一？当然算了。这个显示器之前有这个动画皮影啊，图显示器，还有这个叫什么阴极射线管，对吧？这个都有。所以就是你非要找一个零到一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是痦子啊，这个从小就有，就这样吧。繁体字被《西游记》硬生生磨出来了啊！这个我小时候其实也看繁体的说岳、繁体的水浒，我都看的繁体的，但是现在还是不太行。量化是很难的，对，这个我是相信的啊。老范，你老在节目里头说李开复是台湾人，但实际上李开复是美国人。不是啊，李开复是台湾人，就是他是这个没有美国籍的啊，就是他的身份证是台湾的。这个是李开复身边的人跟我讲的。AI 大爆发估计会推动社会变革，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了啊。AI 出问题了，这玩意儿还是人或者是具体单位来负责，这个可能也是未来要去调整的，就是他到底怎么负责这个问题。周鸿祎是互联网流氓之父啊，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吧，这个人毕竟还是见过嘛。我上换方在做空英伟达的是，美国人在说啊，他们基本不知道谁是换方。我大胆猜测一下，换方未必是真的搞量化对冲，没准是搞金融创新那种。这个还真不是啊，他们主要还是做量化，因为他们量化这块我是挺早就认识他们的。下个世纪是祖国的世纪，美国已经不行了啊！这个，好吧，你开心就好啊。这个英伟达称啊，这个不是啊，周鸿祎称为流氓之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繁体字是从小写书法学的啊，这个很厉害。这个360是最大的病毒软件啊。
但是360也确实是做了很多的杀毒软件啊，就是360是在中国可能拥有比较多零 day 漏洞的一个公司，在安全这块它确实是比较熟。12岁就全家移民美国了，他没有美国籍，没有啊，他是台湾籍。我是看香港 TVB 学的繁体字，好吧，大家都在研究学繁体字的事情。教育变革任重道远啊，是这个是肯定的。你从小的屋子还是这个就别跟我费这个劲了。DeepSeek 以后可能会盈利嘛 ？DeepSeek 现在其实也不怎么亏钱，对吧？他们降价就是因为他觉得挣太多了。李开复去了大国啊，不确定决定，于是需要这造句，真是 AI 那么不动脑子，没看懂说的是什么啊？台湾和美国可以双护照吧？这个不知道啊，不懂这个东西。双重护照啊，这个不知道，因为就是我原来上节目的那个 Open 强啊，他叫 Richard 强嘛，他就是零一万物的，在零一万物待了2年吧，所以他对于这个事情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他讲的是李开复是台湾人，在这点上呢，我相信他说的吧。老范不尊重我，为什么我上条不念完？我忘了你上条说什么，一定是说了一些你不尊重我的话。目前单位的安全软件都是奇虎的，也就是360的啊，有可能。其实单位最好不要用360，单位最好是用奇安信的啊。美国空难啊，军用飞机与民用飞机相撞，混合用机场不安全呀，这个不能这么讲啊，千万不要这么想。AI 换脸男人的乐趣，这个为什么？快点大爆发啊！这个我想要强尼银手啊，这个有点难度。这个维基百科显示李开复在2011年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个具体我没有研究啊，我只能是说有一个人跟我讲了，我相信。我在讲民族自豪感啊，民族自豪感我挺自豪的。DeepSeek 技术会被 OpenAI 采用吗？OpenAI 就算用了，他也不会说，因为它是闭源的，对吧？你比如拉玛，他要用了，他就会去说这个事情。在东北嘛，取暖这么好，在石家庄啊，这确实很热，昨天晚上给我热死了。好啊，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也接近2个小时了。然后如果有在石家庄的网友，可以在 Discord 里头联络我。然后明天我看一看，如果那个什么的话，我想想啊，明天我今天是第2天。哎，哦，不行了，没有时间了，可能没法在石家庄聚会了，因为我明天再睡一晚上就回北京了。对，所以这个应该没法再聚会了啊！就这个，以后有机会吧，因为娘家在这边吧，就是每年过年都会过来。下次呢，我们早一点安排。居然穿短袖啊，这就是热，没办法啊。对他们暖风特别足，没办法。他这个，我现在暖气也不开，什么都不开啊，也就如此了，就还是很热，屋子里就是很热。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然后明天应该没有直播明天不一定啊，有可能有直播，但是应该不会跟大家讲这种长故事啊，有可能也就是上来这个大家闲聊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不保证啊，现在过年期间就都不保证。那么咱们就到这里，再见。